小夭的母亲是个怎样的人？与浩灵王又有何情感纠纷呢？为什么断指向浩灵王发誓？浩灵王每日戴在手上的指环，就是用小夭母亲断指向他发誓时的断指所炼制的。到底是何样的一份深情，能让浩灵王一个帝王，在被妻子戴小帽反被休的情况下，仍然如此痴情？在明知小夭不是他亲生女儿的情况下，仍然将她养在身边，给她大王姬的身份，护她爱她。在被抛弃后没有一丝怨怪，仍执着的那份念想，身边除了一个替身外，再无他人。不但护着他与别人生的女儿，还庇护并尽心教导他的侄儿为帝之道，保护他爱的，成全他想成全的。这所有的一切都要从800年前开始说起。浩灵王本名为少昊，那个时候少年少昊还不是浩灵王，而是当时浩灵王郡地的大儿子，原配郡后所生的嫡出大王子。只是很不幸的是，少昊出生没有多久，他的母后就去世了。他父亲是个多情的人，他母亲去世后，很快在朝臣的催促之下，他的父亲就迎娶了继后长熙氏，而长熙氏又将他容颜淑丽的妹妹接进宫为妃，从此姐妹俩便伴着郡地左右。后来长熙氏姐妹一连生下几个儿子之后，便开始对少昊动手了。少昊的处境很是不妙，为了自保，便以喜欢游山玩水为由，常年在外游历。这个时候认识了小夭的大伯青阳，两人出身相同，都见识非凡，又灵力高强，十分出色，自然是惺惺相惜，一见如故，成为了最好的朋友，互相结伴闯荡大荒。那个时候小夭的母亲阿衡刚刚出生不久，青阳为了稳固他们的联盟，也为了保全已经失去争斗之心的母亲雷祖，便提议将妹妹阿衡许配给少昊为妻。两人先定下婚事，少昊想了想就同意了。与西颜唯一的王姬定下婚事，也可给他加上砝码，就算父亲日后受了什么谗言厌弃于他，也不会轻易动他。少昊点头，青阳就去给西颜王提奏了。少昊与阿衡就这样在还没有见面的情况下就定下了婚事。阿衡单纯善良，在外四处行善，不想被人算计了，于是才有了少昊和阿衡的第一次见面。阿衡被人暗算，少昊接到青阳的消息，赶过来救人。虽然救下了阿衡，但阿衡受伤过重，昏迷不醒。他只来得及在他耳边说了8个字：阿衡，我是浩灵少昊。然后就将阿衡送到了玉山养伤。之后两人在第3次的见面后是互生好感，第3次与第4次之间隔了很久。这时赤臣总来找阿衡，两人生了情愫。而这个时候阿衡与少昊定的婚期已至，阿衡不想与少昊成亲，被西炎帝关入离火阵中。少昊听说后过来相救。这个时候雷祖已经常年卧病在床了。青阳对阿衡晓以利害关系，告诉他如果他悔婚，后果很严重，他们那凉薄的父亲可能会废后，而废后的结果可想而知，那个童鱼是不知道得多得意。两相权衡，阿衡点头答应青阳，表示愿意嫁给少昊。第5次见面已是成亲时，新婚洞房花烛夜。阿衡不是水性杨花之人，既然决定嫁给少昊，那么便也打算与少昊共同度过一生。但见过母亲与父亲之间的恩怨，见过陈荣王与他妻子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深情，他觉得他们还是得谈谈。于是他给了少昊2个选择，一是做盟友，2是做真正的夫妻。阿衡告诉他，如果两人做盟友的话，他会全力帮他登位。两人对外是夫妻，对内是盟是友，同房不同床，不行夫妻之事。少昊可以再纳妾，可以将部族中对自己有利的女子纳到身边做侧妃良人，他都会配合，好好的当一个合格的浩灵大王子妃，做一个不善房的妻子，帮丈夫管理内宅。但是少昊将来登上大位之后，赐他一次选择是留下还是离开的权利。可是如果选2，做真正的夫妻，那么彼此就是对方的唯一，荣辱与共，不离不弃，生死相依，永远信任彼此，爱护彼此，没有利用也没有舍弃。少昊想了想，选择了1，做盟友。那时的他虽然对阿衡有好感，但并未爱上，
一个君王一辈子只有他一个妻子，他觉得很玩笑。第二就是当时他还很想与其他几个部族联姻，增强势力。而且最主要的是，就算选择了一，他也还有留下阿衡的机会。确定当盟友之后，两人就轻装上班了。只是阿衡守着与少昊之前的约定，只当盟友不做夫妻，可少昊却一点一点地失去了自己的心。本来他至少还有3次挽留与阿衡做真正夫妻的机会，但是最后都被他舍弃了。第一次是为了河洛图书，河洛图书被赤臣拿到了，赤臣对着追来的青阳和少昊提要求，让他们用阿衡来换河洛图书。如果他们2人都同意，那么就将河洛图书分成2半，一人一半。如果都不同意，他就将河洛图书献给陈荣王。如果只有一个人同意，那就将河洛图书给那个同意的人。当时大荒传言，得河洛图书者得天下。赤臣是陈荣王的义子，若是回去将河洛图书献给陈荣王，那么后果不堪设想。2人想都没想都同意了，当场直接将阿衡舍弃，送给了赤臣。拿到一半河洛图书的少昊走了，走之前对阿衡说，过几天来接他。当然最痛苦的还是阿衡，同时被兄长和夫君舍弃，阿衡悲痛欲绝，但同时也对少昊失望至极，于是与赤臣做了3天夫妻。过了几天，少昊果然过来接阿衡，阿衡跟着他回去了，2人感情此时已到冰点。这次阿衡虽然与赤臣做了夫妻，但并未怀孕。回去之后，阿衡与少昊还是盟友。此时的少昊根本就没有立场，也没有资格去介意阿衡给他戴小帽帽。第2次机会是阿衡被赤臣狠狠伤害，被赤臣舍弃，并与赤臣决裂了。大概就是赤臣以为他和少昊是真夫妻，有点看轻他，然后总是吃醋之类。赤臣就是各种缠着阿衡，但又不肯为了阿衡舍弃他的义父陈荣王。阿衡很失望，后来有人想杀赤臣，阿衡虽然已对赤臣失望到极点，但也不想他死，给他挡刀挂了。后来赤臣和少昊一起历经千辛万苦复活了阿衡。考虑到赤臣是敌对关系，复活的阿衡装失忆，想重新开始，想给自己一个机会，给少昊一个机会，一切重新来过。但是却被赤臣劫走，重新打动了他。这个节点，少昊本来可以阻止赤臣，因为当时阿衡是在他的身边，但是那个时候浩陵的局势很微妙，他有更重要的事。赤臣与他拼命，疯了一样拼了命，也要带走阿衡。而他还有敌人，他不能受伤，不能灵力受损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赤臣带走阿衡。后来阿衡虽然再次回来了，但已经失去机会，2人又回到盟友状态。再后来就是青阳死了，青阳死了，被赤臣错杀，阿衡伤心欲绝。少昊发誓他会像哥哥一样护着阿衡，青阳所护的一切他都会护，从此以后他就是青阳。因为青阳之所以死，他也奉献了一份功劳，虽然是无心的，他让阿衡做了2份无色无味让人失去灵力的毒药，说是给他的2个争王位的兄弟，但其实他骗了阿衡。一份毒药他下给了自己父亲郡地，一份给了青阳，让他下给西炎王，但事与愿违，准备下给西炎王的那份毒药青阳喝了。这个时候阿衡已经帮助少昊登上了王位，按理说这个时候阿衡可以行使他的权利离开了，但是她怀孕了，可赤臣并不知道。这个时候青阳刚死，死于赤臣之手，虽然是错杀，但是他们中间却也是隔着一条人命。阿衡不打算与他再续前缘，求少昊给他的孩子一个名分，因为少昊当时已经早就爱上他了，也想就这件事以后做真正的夫妻。阿衡腹中有赤臣的孩子，也有他的一份原因，是他的原罪。这个孩子他认，他向阿衡发誓，这孩子就是自己亲生孩子。少昊认下他肚子里的孩子，并在小夭出生的时候与他2人联手，将神器驻颜花封印在小夭的体内，不让任何人发现他的真容，更不让别人发现他不是浩陵的血脉。但此时的少昊并没有开口说爱阿衡，只是说答应了要当青阳，要当他的大哥，那么他就是孩子大伯，将孩子当亲生孩子是应该的。他没表白，他以为以后会有很多机会，会潜移默化，然而事与愿违。第3次少昊留阿衡在身边的机会很快来了，也是最后一次。西炎和陈荣终于爆发了大战，那个时候阿衡已经生下了小夭。赤臣并不知道小夭是自己的女儿，
两人恩断义绝。青阳死了，雷族一脉就只有苍玄的父亲昌邑带军了。陈荣大军将昌邑带的大军团团围住。西延那边另一个领军的是同于师生的仪鹏，不但旁观不救，还隐瞒昌邑大军被围的消息，导致西延王朝不知战况，无人来救。阿衡得了消息，求少昊出兵。少昊刚坐上王位不久，正是稳固的时候，怎么能出兵呢？按帝王思维，就应该坐山观虎斗，让其两败俱伤，所以少昊拒绝了。阿衡见少昊拒绝，当即砍下自己的小指头，向少昊发誓，只要少昊出兵，无论少昊提什么要求，他都会答应。暗示已经很明显了，但是少昊拿着带血的断指，满眼是泪，却仍然沉默不语。阿衡见少昊不应，自己冲出去，准备单枪匹马救昌邑。他走后，少昊叹了口气，他救不了昌邑，但是有人可以。他让人传了信给赤臣，让赤臣自己抉择。赤臣救则叛国，赤臣不救则此生都不可能求得阿衡的原谅。赤臣想也没有想，星夜奔袭救。他是爱阿衡，可是他面对的是赤臣的将领和兵马，所以人虽到了，但心中有愧蒙着面，自封一半灵力，没有发挥最大实力，浑身是伤，拼了命，最后只救下了一心父子救兄的阿衡，没有救出昌邑。昌邑死了，阿衡也与赤臣更进一步决裂。再后来就是阿衡回到了西延，写下休书，向天下言明，自休于浩灵王。再然后就是解决同于是与他的儿子，然后就是赤臣带大军压境。西延王招架不住，想起一直封在他这个女儿体内的太阳之力，便让他联兵出征。本来阿衡不同意，但西延王许诺他会尽力保护苍玄，将王位传给苍玄，他就同意了，带兵出征，对战赤臣，释放了体内带着毁灭之力的太阳之力，最后与赤臣同归于尽了。到这里，小夭的母亲王姬大将军终于死了。这时陈荣灭了，天下暂时安稳。阿衡死了，少昊才知道他的一颗心也随着阿衡死了，但是他身上还有责任，所以最后把阿衡的断指做了指环，一生相伴。后来找了替身，然后对着替身，哪怕明知这个替身出身不好，生下一个女儿之后就再也生不出孩子，还是许了他一生一世一双人，这便是对阿衡的念想许诺。他后来生的女儿大名浩灵邑，小名阿念，任谁也知道他忆的是什么，念的又是什么，可是无人知道他心头的伤疤和他的悔恨，所以余生的所有时间他都在尽力的弥补，弥补亏欠青阳的，弥补亏欠阿衡的，弥补那个他之前不曾选择的诺言。彼此是对方的唯一，不管荣辱得失，生老病死，举哀沉浮，都不离不弃，生死相依，永远信任彼此，爱护对方。